有缘人有句话在《寒窑赋》里提到，人如果有着冲天之志，但运气不够，什么都做不成。其实要成就一个人一个家庭，运气真的是很重要的。当好运来了，人生就像是鱼得水，什么事情都顺利，轻轻松松就能成功。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有时候运气就像是过了一道闪电，瞬间就没了，原本期待的好结果变成了泡影。其实那时候你可能正在被别人借运。是的，运气是可以被借走的，尤其是你身边的人，他们更容易影响你的运气。所以接下来的2025年，14年可不是什么稳定的年份，变化多，动荡大。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自己的运气，别让别人借走了。那到底运气怎么会被借走呢？其实从心理学来看，这就是一种能量的转移，也就是说，当别人吸走你的能量，其实就是在借你的运气。所以怎么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呢？这里有3个小建议，帮你保护运气不被人家拿走。1. 别过度共情别人的遭遇。同情心是好的，但如果你过度陷入别人的情绪中，会不自觉地消耗自己的能量，结果运气也就跟着流走了。每当你把自己的情绪和别人的情绪融为一体，能量就会流动。当你和一个心情低落的人在一起时，不知不觉你的好运也会被带走。所以学会保持距离，别成为别人情绪的垃圾桶，否则坏运气可能会跟着来。2. 别轻易干涉别人的因果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必须经历的挑战和磨难，这是他们的生命课题。如果你过度介入，结果反而可能害了自己。适度的帮助是可以的，但如果你强行改变别人的命运，可能会让自己陷入困境。所以放手让人走他们的路，别插手他们的因果关系。3. 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。现在很多人会问自己，我这样做会不会不对，或者别人会怎么看我？如果你总是活在别人的评价中，会让自己迷失方向。真正幸福的人生不会是靠别人怎么看你，而是靠你自己怎么看自己。太在意外界的评价，只会消耗你的能量，让好运逐渐流走。所以学会不在意外界的声音，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，这样好运才会长久。有缘人，今天咱们要聊的是一个有点神秘又很重要的话题，如何保护好自己的好运磁场。你可能听过磁场这个词，但这次的内容说不定是你从来没有接触过的。相信我，当你看完这个影片，你会对自己的磁场有全新的理解，也会学会怎么守护它。那么放下手中的事，仔细听听吧。首先说来你可能不信，古人是怎么应对身体不适，甚至治疗小病痛的呢？那时候还没有药材那么普及，人们的治疗方法其实和磁场有关。你没听错，他们是通过不同材质的物体碰撞，产生不同的频率和磁场，来调整人体内部的五脏六腑，达到平衡和舒缓的效果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其实这个原理是基于古老的五行理论，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这5种元素对应着我们身体的肝、心、
脾、肺、肾五大器官。每一种元素都有自己独特的频率和旋律，当这些频率发生共振时，就会达到一种平衡，帮助我们调整身体的紊乱和不适。这听起来很神奇，对吧？但这就是五行能量运作的方式。早在上古时代，人们就已经懂得利用这些频率来达到疗效了。其实，这种理论并不完全陌生。大家听过金字塔的建设吗？有一种说法认为，金字塔能够通过石块的共振来减轻重量，从而达到搬运的效果。现代的超声波洗牙和碎石原理也差不多，通过特定的频率将牙垢或石块震碎，达到治疗效果。这些例子告诉我们，物体之间的频率和磁场相互作用，能够改变我们的身体状态。再来，音律也能影响我们的身体。音乐治疗这一概念早就被提出，科学家发现，通过选择最适合内脏的频率，可以帮助调整身体，让它恢复到最健康的状态。这种治疗方法通常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周期，主要用于预防疾病和缓解症状。但这也提醒我们，要时时保护自己免受外界磁场的影响，因为它的力量可能会慢慢改变我们的运势和健康。那么，为什么很多人会选择药材来治疗？答案很简单，药材见效快，能够立刻感受到疗效，而且它们具有看得见摸得住的踏实感，容易让人产生信任。可是我们也知道，药物的效果虽然快，但长期依赖会有副作用。像一些中药的金水宝，就能通过五行相生的理念来调理肾肺两虚，达到平衡的效果。肺属金，肾属水，两者相生，通过调理肺的健康，肾自然也能变好。但这些快速见效的东西，往往也带来一定的风险，因为它们可能会对身体产生负担，甚至造成伤害。再看当下流行的吊水疗法，这种方式看似快速见效，但它其实是在透支你的元气来换取当下的感觉。这样不仅会损害免疫系统，还会让人产生高依赖性。这些治疗方法从长远来看，可能会破坏身体的平衡，让五行的紊乱更加严重，最终导致健康问题的爆发。其实，我们要注意的并不是仅仅依赖药物或快速疗法，而是要从根本上找到问题所在，并学会如何预防和保护。就像我们常说的，病从口入，但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内在磁场，让它保持稳定。当身体的磁场稳定，五行也能够和谐运作，我们就能够有效预防疾病，保护自己的运气和健康。那么，如何保护好自己的磁场呢？首先，要保持内心的平静和稳定。当我们内心平和，外界的干扰就不会轻易影响到我们的能量场。其次，要学会与周围的人保持适当的距离，避免过度共情，因为过度的情感交流会让你的能量被吸走，影响你的磁场。最后，还要保持积极的心态，远离负面情绪，这样才能让你的磁场持续保持在一个健康的频率上，吸引更多的好运。总结来说，
保护自己的好运磁场，就像是在照顾自己的身体一样，这需要我们保持警觉和认知。当我们能够稳定自身的磁场，调整好内在的频率，我们就能够迎接更多的幸福和健康，远离疾病和负能量。这不仅是治疗，也是预防，这样你的人生才能走得更顺，运气自然也会跟着来。你可能没注意过，生活中的大部分困难和烦恼，其实都和你的磁场有关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磁场。听起来有点神秘，但它其实就是你和周围一切的能量互动，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你的生活。你可能会问，磁场到底是什么？它怎么影响我的生活？别急，今天就带你一起深入了解这个看不见却无处不在的能量场。首先，说到磁场，我们并不仅仅是指人本身的磁场，事实上，万物都有磁场。这不仅是人、动物，甚至植物、矿物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磁场。每一个物体的磁场，因为其振动频率不同，展现出来的外在效果也有所不同。举个例子，振动频率低的东西就像静止不动的物体，振动频率高的东西则是变动不居的能量体。其实，你的思想和念头才是频率最高的存在。每天你脑海中会出现大约65000个念头，这些念头都是在发出能量，影响着你周围的世界。如果你觉得磁场是个抽象的概念，因为你看不见它就认为它不存在，那么你的理解可能有点狭隘。其实，这就像你看不见 Wi-Fi 信号或者手机信号，但它们是否就不存在呢？你能上网、打电话，这些信号背后的磁场无处不在。同样的道理，磁场虽然无法用肉眼直接看到，但它却在不断地影响我们的生活。你眼前的那棵树，因为有一栋大楼遮挡住了，你看不见它了，难道它就消失了吗？同样的，很多看不见的事物依然在影响着我们。这个道理其实还挺简单的。你知道人眼的可视范围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吗？人眼只能看到400到700纳米之间的电磁波频谱，也就是说，你能看到的光谱只是宇宙中极小的一部分。比方说，许多动物的视觉范围就与我们不同。鸟类能够看到紫外线，蝴蝶也能感知到这些光源，青蛙则拥有4色视觉。因此，不能看见磁场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，它只是超出了我们的感官范畴。科学家们也做过一些有趣的实验来研究磁场的影响。有一次，科学家们将电磁波仪器接入一盆盆栽，然后当着仪器的面将另一盆盆栽摧毁。结果仪器显示，电磁波出现了紊乱和波动，这说明当其中一个植物被破坏时，周围的磁场发生了变化。而且更有意思的是，当科学家自己走过这盆盆栽时，仪器也显示出磁场的波动。这证明了磁场不仅是物体之间的能量交互，也和人类的情感和行为密切相关。这些实验结果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，万物有灵的说法并非只是空洞的哲理。其实，所有的物体都有自己的磁场和能量，
并且这些能量会相互影响。而你作为一个有磁场的个体，自然也会受到这些能量场的影响。你知道吗？每一个人的磁场其实就是他气质的体现。你看见一个人，第一眼的感觉其实就是他身上磁场的表现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你一见面就觉得非常投缘，仿佛一见如故，而有些人则让你感到排斥和不自在，这也是因为磁场的不同。而且这样的磁场互动并不仅仅限于人的吸引力或排斥力。你可能听过一句话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这句话的背后正是磁场相互作用的现象。当你长期和某些人在一起，你的磁场会慢慢被他们的磁场影响，甚至会趋向一致。这种影响可能是正面的，也可能是负面的，取决于你和对方的磁场如何互动。有时候，磁场的影响也体现在家庭和工作环境中。在这些场合，很多不同的人和他们的磁场会聚集在一起，这时候就会出现磁场强弱的差异。通常，磁场强大的人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影响，进而改变整个群体的磁场趋势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工作中，有些人一进办公室就能带动整个团队的氛围，而那些磁场较弱的人则会受到周围强大磁场的影响，慢慢趋向于一致。这告诉我们，环境对一个人磁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我们生活的空间，我们身边的人，我们接触的事物，都在不断地塑造着我们的磁场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你会发现，当你进入一个新的环境，刚开始可能觉得不适应，但慢慢的，你的磁场会开始与这个环境的磁场同步，甚至你会被它所影响。这也引出了磁场的养成场，让我们探讨一下它是如何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或一个环境的。想象一下，海面上的波浪就像不同的磁场，而这些波浪的频率正是我们所处的磁场的表现。假如你乘船到了一片海面，刚开始你可能会不适应海浪引起的颠簸，感觉到摇晃很不舒服。那么，如何能缓解这种不适感呢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跟着海浪的频率一起摇动。当你和海面的波动达到一致的频率时，你会发现自己不再感觉到颠簸，逐渐适应了这种摇晃感。这正是磁场影响的过程。每一道磁场波就像海浪的一波一波，不断层层递增，循序渐进地影响着你的内在磁场。即使一开始你可能会抗拒这样的影响，觉得不舒服，但如果你不离开这个磁场的影响范围，最终你的磁场也会慢慢与它融合，形成新的同频共振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现，当我们处于某个特定的环境或与某些人长时间接触时，我们的气质和情绪会悄然改变。而这样的变化并不会立刻显现出来，它像海浪一样慢慢的推进，无声无息的对你起作用。这就像你阅读一本书，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带有能量，这些文字不断改变着你的思想和面貌。当这些改变在内心深处积累到一定的程度，最终它们会表现在你的外在，
无论是面容的变化还是气质的改变，这些都来自于长期接触不同磁场的影响。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其他环境，无论是你的家庭、工作场所还是你生活的社会圈，这些环境的磁场会逐渐影响你的状态和气质。换句话说，你待的环境，你接触的人，会在不知不觉中塑造你的磁场。要么你会影响他人，要么他人会影响你，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。就像海浪影响船只的运动一样，强大的磁场能够渗透并改变较弱的磁场。这种影响是无法被忽视的，它会渗透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你知道吗？磁场之间的影响是无视时间和空间的。人类的触觉感应场可以达到几米之长，这使得我们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变得更加敏锐。就像当你身边有某人发出某种能量波动时，你能够感觉到他的一些情绪或思想，这就是磁场的影响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某个人在想你，即使他们没有说话。这种情感上的共鸣其实来自于磁场的双向碰撞。有时候你甚至会发现自己在聊到某个人的时候，那个人恰好出现。你会觉得，怎么说到曹操，曹操就来了？其实，这并不是巧合，而是因为当你在说到某个人时，他的磁场可能已经接近了你的磁场范围，你的身体感应场会提前捕捉到这个信号。然后你才会想到这个人，并开始谈论他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某些人之间有一种心有灵犀的默契感。更深一层的理解还在于能量吸引力法则的运作。其实，很多人可能读过不少关于吸引力法则的书，但却没能真正理解其中的根本原理。简单来说，所有你遇到的事物和人，都是由磁场同频共振而吸引过来的。你的思想、行为、言语都是你磁场的一部分，而这些磁场会吸引相同频率的事物和人。如果你常常抱怨、发泄负能量，那么你吸引到的将会是更多负能量的事情和人。这就像是一个人一直在发出负能量的信号，久而久之，周围的人和环境也会被这种能量所影响，变得沉重和低落。反过来，如果你常常说积极的话，散发正能量，那么你周围的磁场也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光明，吸引到更多正面的事物。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人。这就是为什么常常抱怨的人往往难以遇到好的事，因为他们的能量场本身就充满了负面波动，吸引来的也只会是更多的负面能量。而当这些负能量累积到一定程度时，他们会对身体造成影响，甚至引发健康问题。比如抑郁症、焦虑症等情绪问题，往往就是负能量积累过多，身心无法承受的结果。而其实改变的方法很简单，那就是改变你所说的话，开始说出积极正能量的话语。这些话语就像是一剂良药，能帮助你清理掉体内的污浊之气，让你的磁场重新恢复平衡。当然，如果你现在无法真正的从心底发出积极的语言，也没关系，从小事做起，
鼓励自己几句积极的话，这样慢慢的，内心的能量场也会发生变化，逐渐吸引到更多正面的能量。这些看似简单的改变，其实正是改变你生活中的磁场，让你的生活走向更好的方向。成功的人生往往从你开始扮演成功的那一刻起步。当你长时间习惯了这样的角色，它便会成为你的一部分，最终你会发现自己真的是在拥有一个充满正能量、闪耀光芒的高维磁场。这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装扮，而是一种内在的转变，是你的频率与成功同步共振的结果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故事便是最佳的例证。在他成为总统之前，他曾经是一名演员，扮演过一个正派的总统角色。在电影中，他的角色展现了领导力和责任感，这种形象深深吸引了观众，让他们相信他正是理想中的好总统。就连泽连斯基自己也在这个角色中找到了自信，认为自己有能力担当一个国家的领袖。结果，这种内在的信念促使他参与了总统选举，并最终当选为乌克兰的总统。这不仅是他外在形象的吸引力，更是内心的强大吸引力发挥了作用。这就是吸引力法则的强大威力。你首先得像你想成为的人，然后你自然会成为那个人。这种吸引力的力量不仅仅来自外在的表现，内在的心灵磁场更为强大。所谓心不换物不至，其实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不仅要在外在的环境中慎重选择正能量的群体与氛围，还要从内心深处下功夫，提升自己的心力，并清晰地设定自己的目标。当你发出内心最真诚的声音，对宇宙发出你的订单时，这股磁场就会与宇宙的能量共振，将你所渴望的一切吸引过来。这就像是发出一个强大的信号，你的心灵磁场越渴望某件事，它就越容易向你回应。你所处的环境、周围的人，甚至你的心境，都是你的能量场的延伸，它们会影响并决定你的磁场频率。就像海浪的波动，你的能量场会影响到你周围的事物和人，并吸引同频的能量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有些人总是能够遇到好事，并且生活充满了正能量，而有些人则总是陷入困境。事实上，这一切都源自于你自身的磁场。生活中的好坏都与我们的磁场密切相关，这并非巧合。人性本能的趋向于利，而远离害。没有人希望过上混乱或烦恼的生活。那么，我们是否能够改变这一切，让美好的生活围绕在我们四周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方法就在于时常清理自己的能量场。这就像是定期打扫家里，去除灰尘一样。我们需要去除内心的负能量，留下正能量。只有这样，我们的磁场才能保持清新、强大，吸引到更多的好事和正能量。当然，若你无法自己立刻提升到更高的能量频率，那就去借用更高的正能量。通过向那些拥有高能量的人学习，吸收他们的正向磁场，我们也能逐步提高自己的磁场频率，并且逐渐融入更积极的生活方式。正如那句话所说，
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当你靠近高能量的磁场时，你也会变得更有力量，甚至超越它。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，只有通过实践，知行合一，才能将这些正能量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层面，让它成为你生活的一部分。此外，还有3个维度可以帮助我们补充能量，这就是向天补、向地补和向人补。首先，向自然界寻求补充。大自然的每一个角落都拥有强大的能量场，无论是山川、湖泊还是大海、森林，这些自然景象都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。智者喜欢水，因为水是无形无状、变化无常的，象征着无穷的智慧和柔软的力量。而仁者则喜欢山，因为山的稳重、坚毅代表着内心的宁静和力量。其实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大自然中来的，因此我们也应该时常回归大自然。大自然中拥有我们所需要的原始能量场，它能够帮助我们恢复内在的平衡和活力。尤其是在现代都市的钢筋水泥中，我们往往被环境束缚，无法接触到大自然的力量，这也正是所谓的城市病的根源。为了恢复这种能量，我们需要走出城市，去阳光下晒晒太阳，亲近大自然中的古树和绿荫。这样，我们才能重新连接到那股最纯粹、最原始的能量。大自然的每一个元素，无论是阳光、风还是水、土，都拥有它们独特的吸引力和治愈能力。当我们感受到这些自然能量的影响时，我们的内在磁场将会被重新激活，重新充满生机与力量。所以，当我们感到疲惫或困惑时，不妨走进大自然，去聆听那个世界的声音，寻找它所给予的答案。如果你无法改变泥泞的地面，那么至少可以选择穿上一双鞋，走向一条自己喜爱的康庄大道。每个人的力量都有限，无法改变周遭的环境或他人，但我们完全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，并且能激发内心渴望的环境来生活。若你不想被过度竞争所困，那就选择一个能够带给你轻松感的地方。在这里，你不会感到无所事事是一种罪过。若你性格高雅，对于行格和学问有追求，读书会或是进入更高维度的圈层便是理想之地。这里，你不必对牛弹琴，反而会与同样有品位的知己产生心灵上的共鸣，宛如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之情。选择一个合适的环境，必须满足2个重要条件。首先，它要符合你的主流价值观；其次，它的能量维度应该对你有正向的提升作用。孟母3000正是选择一个能够促进孩子成长的环境的智慧选择。选择一个适合的环境，远比盲目的硬碰硬来得更有意义。俗话说，与虎同行必是猛兽，与凤凰共飞必是俊鸟。观察一个人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看看他身边的朋友圈。你身边最亲密的6个朋友，将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你的层次和生活水平。这就是为什么有句话说，如果你将身边6个朋友的年薪平均一下，得出的数字几乎等同于你的实际年薪。
这不仅仅是因为你们的职业或行业相似，更因为人与人之间有着强烈的圈层效应，而这种效应会对你的生活、事业乃至思维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。因此，建立一个合适的圈层对于人生至关重要。这不意味着要交更多的朋友，而是要有选择的交朋友，宁愿少交不交，也要避免随意结交。圈层中的人能带来信息差，而这个信息差可能会对你有很大的正向或负向影响。有一个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圈层的力量。李嘉诚的司机在离职时，特地感谢他多年来的指导。司机说，自己这10几年因为跟着李嘉诚工作，赚了4000多万。李嘉诚不解，便问他是如何赚的。司机回答说，其实很简单，我注意到您在哪里买地，我就赶紧在附近买楼，当楼价上涨后，我就卖掉，然后再继续跟随您的步伐，买进其他的地产。这就是圈层带来的价值差。通过与高层次人物的接触，你能获得的眼界与机会远远超过一般人。这告诉我们，无论是身边的朋友，还是我们的学习与工作圈，选择有智慧、有格局的人来交流与合作，能够帮助我们提升自我，从而开启人生的更多可能性。通常来说，拥有高能量场和达成结果的人，他们身上必定拥有常人无法比拟的优点和习惯，而这些优点与习惯正是他们成功的核心原因之一。当我们接近这些人时，会自然地受到他们的高能量磁场影响。这些影响不仅会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，还会对我们的习惯产生深远的改变。这些习惯往往是决定一个人一生走向的关键因素。当然，这些高能量的人并非无所谓，他们会非常谨慎地保护自己的能量场，避免它被无谓的干扰所分散。因此，他们的处事方式通常都带有一种不干涉他人因果的理念，秉持着看破不说破的处世哲学。他们知道自己的能量场需要保持纯净和高维，才能继续吸引到正向的结果和能量。但如果这些高能量的人无法直接接触，那么我们该如何提升自己的能量呢？最好的办法就是读书。一本书凝聚了作者多年来的智慧与人生经历，一杯咖啡的钱，你就能拥有它。这本书无私地把人生的真相、世界的运行规律、底层的逻辑，通过文字的形式呈现在你眼前。它会告诉你如何理解这个世界，也会引导你如何改变自己。巴菲特曾经说过，他见过的每一位成功人士，无一例外，都是日常读书的习惯者。他曾说，1天不读书，心灵生沉；2天不读书，言语乏味；3天不读书，面目可憎。这是对读书力量的真实写照。当你读了无数书籍，它们不仅帮助你了解世界，还会逐渐塑造你的内在能量场，让你拥有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。然而，读万卷书也必须行万里路。单单靠书本上的知识，若没有实际的经历来佐证，它所带来的智慧往往会显得空洞不实，与现实世界脱节。理论和实践的结合，才能让知识
真正转化为行动的力量。当你经历过某些事，回头再读那本书，你会发现书中的内容似乎变得更加真实与深刻，而过去那些未曾理解的点滴，也在你的心中得到了启发。其实，在面对生活中的苦难时，我们不需要过度抱怨和呻吟。我们的能量场的高低，其实是我们自身选择的结果。每一个因果关系都必然有它的必然性，而我们的生活中所谓的悲与喜，只不过是对当下的接受与面对。当你守护好自己的能量场，实际上是在保护自己的好运和未来。磁场，万事万物的创造和吸引，无不由它所主导。如果我们只停留在空想层面，光知道但不去行动，那么宇宙的能量也不会将你所期望的人生大礼送到你的面前。宇宙的运行有其法则，只有当我们真正改变自己，调整好自己的能量场，好的事物才会自然而然地吸引到我们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，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，并在评论区留言一句保护磁场，与我建立连结，随缘加入，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